太尉要辞官？是的，老臣年迈体衰，再加上腿脚不便，难以久立朝班，请陛下恩准臣告老还乡，推隐临泉之下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杨太尉，现在耳目已去，你是否可以告诉朕，你为何忽然决定要弃朕而去？的确是老臣年事已高，精力不济，不能够再为陛下分忧了。老臣明日便在家中设宴，饯别故僚和亲朋。届时，曹丞相也会上光下顾。老臣已年届古稀，生死须臾啊！唯愿陛下平安。朕明白了。那明日朕也会亲自过府，为杨太尉饯行。陛下放心，老臣绝不会做出让陛下蒙羞之事。杨太尉怎么说？明日你就发懿旨，让唐姐姐入宫，绝对不能让她再出去。唐姐姐，她要做什么？方才杨太尉来向朕辞官，明日她要在府中办一场饯别宴。曹操会来，他们想出动唐姐姐行刺。现在仲达还在牢中，绝对不能让唐姐姐去涉险。明日朕会去杨府，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无数头颅落地。陛下放心，我一定会留住唐姐姐的。朕这么做，你都从来没有怪过朕吗？怪你什么？为了一个司马懿，放弃整个汉室吗？不是。我都明白。就算天下人都骂我，有你一个人能够明白，我也就满足了。拜见丞相。伯宁深夜来此何干呢？丞相，这位是杨公子的书童，有紧急情况要向丞相禀报。禀丞相，我家公子被老爷禁锢，无法亲自前来报信，所以让小人深夜冒死逃出。我家公子说他有一封信来救我家老爷，求丞相恩准。有其父如此，有其子如此。杨太尉一生功业寥寥，倒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我家公子让小人转告丞相，明日万万不可前去赴宴，并求丞相看在他一片忠心的份上，饶恕我家老爷。你家公子忠心孝心，姑便笑纳了。回去吧。去吧。多谢丞相。
这可是指认杨彪的证据。明日宴会之上，伯宁还担心孤抓不到证据吗？怎么，丞相要去？杨太尉费心这场鸿门宴，孤若不去，岂不是大失主人之望吗？丞相胆气豪迈，臣所不及。不过，杨彪有备而来，丞相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正好，孤就趁这个机会，把这些在暗中搞鬼的人都揪出来。属下一定做好万全准备，如果他们敢动手，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温县司马氏、弘农杨氏、琅琊服氏，所谓故人，怕是要更见了落了。还有一个最危险的人物，唐王妃。孤只怕他不来。拜见陛下皇后。皇后召我有何事？你们下去吧。唐姐姐若是不入宫，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杨太尉府中？杨太尉又没有邀请我。姐姐，现在连我们都信不过了吗？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，我会即刻去杨太尉府。皇后独自一人，无人陪伴，还劳烦唐姐姐伴驾一日。陛下，姐姐别再勉强了。没有朕的旨意，谁都不许出去。好，我知道你和陛下的性情，我不出去。一会儿换了衣裳，今天晚上就在宫中陪你。啊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哎，里面请里面请，哎，谢谢谢谢，里面请，哎呀，哎，谢谢谢谢，里面请，哎呦，太尉，太尉，荀灵君、孔少府、福国丈，三位亲举谕旨，汝临寒舍，老夫真是幸何如之啊！啊，20年间故人心散，到如今。太尉归隐灵泉，却不免徒留我等艰难行道了。哎，令君志行毅力，任重道远呐。尤其是我一介老朽，可以相比啊。哎，若不是曹贼严加逼迫，太尉又何必辞官还乡？可叹我汉室忠臣又少了一位啊！啊，不。陛下聪明睿智，已无需我这等老朽侍卫素餐了。三位，丞相驾到！哼！曹贼扰乱官制，废黜三公，今日还要来看杨太尉的笑话吗？哎，看在杨太尉的面上，就请少府成全太尉的饯别之言吧。是啊，丞相能来，也是对杨太尉的盛情啊。福国丈说得好啊，这样三位请进堂内安坐，待老夫亲迎丞相。啊，请。请。
自高祖设三公，太尉一职，屡经废立。世祖重设之后，又在孤的手上再次废止。今日过后，实无太尉。丞相拨冗亲临，令杨府蓬荜生辉，请。太尉，请。啊，今日乃老夫家宴，我看就不必劳烦满府军的许都尉了吧？哼，还是谨慎点好。万一丞相在太尉府里出了状况，对太尉来说也是大麻烦。还是满府军想得周到啊！守在堂外即可，不要搅了太尉的兴致。臣领命。国家改制，委屈了太尉。太尉心里在埋怨谷吧？只要是有利于国家、有利于天子的事，老夫死且不惧，还在乎一个虚名吗？孤自然知道杨太尉对陛下的拳拳之心。来，陛下驾到！臣拜见陛下。臣拜见陛下。众爱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朕昨日说过，要为太尉践行。天子不食言。太尉，你是不欢迎朕吗？不，陛下圣眷龙宠，臣感激涕零。陛下请。今日乐相乐，且尽一时欢。丞相，太尉，请吧。快给陛下上一席。曹仁昨夜暗中调兵入城，千万不可动手。同为太尉践行，今日只论宾主，不问君臣，所以诸位不必拘礼。眼睛都给我擦亮了！是。姐姐放心，我和陛下会救他出来的。我昨日已经见过他了。他怎么样？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却还是在跟我说笑。我明白姐姐现在的心情。你和陛下，你们相互表白过吗？昨天我在牢里跟他说了，我喜欢他。我从进入西园卫开始，他们就不许我再有感情。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喜欢我。红龙王没有说过，王府也没敢说。我一直以为那4个字只属于普通人，我没那个福分。后来我遇到了司马懿，他一开口就说出来了，而且还说了好多次。
王爷要杀死我的时候，司马懿问我怕不怕死，我是怕的。我竟然第一次害怕死了。原来心有所恋，就会害怕死。我18岁以前，也是随时准备好要面对死亡的。后来我遇见了陛下，我才知道，爱就是心有羁绊，比死更痛，却更强大。但是，要是你的爱人身在牢狱，那你会什么都不做吗？想当年，董卓、牛辅、郭汜、李傕先后作乱，老夫与众公卿大臣可谓是筚路蓝缕，披荆斩棘，一路护送陛下先至安邑，再入洛阳，终于迎陛下入许都。如今看到陛下贤臣良将护于左右，老臣放心了。万幸有太尉持政守节，汉室国祚方能绵延至今。朕代众卿敬太尉一钟。哎呦，太尉持政守节，足为示范。我等敬太尉一钟。是啊，敬太尉一钟。素闻丞相与公子善言，常作饮酒之词。怎么，今日不饮酒了？陛下，家父平定乌桓，新得西域上佳葡萄酒，臣特意带来，请陛下品尝。来人，换酒。既有好酒，如此作饮，岂不是辜负了吗？丞相风雅好诗，今日这风和日宣，何不借杨太尉园中一用，曲水流觞，我们共饮美酒，如何呀？好。这等风雅事，孤也许久没有享受了。我是个粗人，不会作诗，但我却佩剑，我就做个陪诸君饮酒、守诸君平安的令官吧。山水有灵，知今日是太尉之宴，请杨太尉先作诗。
哎呀，老夫年迈，已不善诗词歌赋了，就借前人之作，聊以情怀。来为陛下及诸公助兴吧。然想我大汉有国400余年了，如今山河凋敝，百姓朝不保夕。老夫纵有冲天之志，但已力不从心了。承继永熙，又以武；忠刚强兮，不可凌。身既死兮，神已灵；魂魄逸兮，为鬼雄。杨太尉这么想打仗啊？杨太尉吟诵的是国殇，忠臣义士，忧国忧民，此情千古同慨。朕不做怀王，也定不会让臣子做屈大夫。好，孤虽与太尉多年政见不合，却敬重太尉的忠勇。好事。彭九思想，约杀羔羊，击比公堂，称比四公，万寿无疆。万寿无疆。已经祝过陛下了。臣这一杯酒，要给杨太尉祝寿。丹霞加明月，华星出云间。上天垂光彩，五色一河仙。受命飞松桥，谁能得神仙？遨游快心意，保己终百年。好，谢谢公子的祝福，老夫自当好自为之。啊，颐养天年。来，再斟酒。丞相，请。把那壶酒拿来，我要为父亲斟酒。伤中酒满，为何要再斟？还是丞相不敢饮？久闻丞相多疑，果不其然呀。丞相，不能喝。
为何不能喝？丞相可要认输？太尉，我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令君可否为孤抚琴一曲，奏段歌行？臣之荣幸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丞相既言天下归心，那我就斗胆一问：这诗中归的是天子之心，还是你丞相之心？吾许久没如此畅饮了，今日就借这杯酒，说几句心里话。嘉平3年，孤被举为孝廉，只欲为一郡守。养一方百姓，博一个贤名。却因得罪宦官，不得不避祸在家。孤本待天下澄清，付出以谢朝廷。谁知黄巾掀起，董卓复乱，袁绍居河北，刘表占荆州，天下分裂，诸侯四起。孤奋兵而起，为国定乱，只求为国而死，足以名垂后世。中原平定之后，袁绍、袁术、刘表先后被诛灭，孤也无意自毁。若是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？几人称王？
臣想问陛下，这杯酒当饮不当饮？丞相说得好，这杯酒，朕就代替丞相饮了。臣谢陛下。如今孤两鬓虽衰，少年之志未灭。若是汉室再复有难，为不臣之徒所觊觎，孤仍当奋起，匡扶社稷，以谢宗庙。汉室多难，无数忠臣为社稷百姓抛洒碧血，大汉列祖列宗在上，朕不会忘却，更不会辜负。既然丞相说了真心话，那么老夫也说几句肺腑之言，以解丞相心中疑惑。不过此事至关机密，老夫斗胆请令君与诸公到后堂稍事休息，容老夫与陛下丞相以搞搞白日为证，说一番惊世骇俗之言，如何呀？我与满府君要在此守卫。太尉，曹丞相不是饮酒了吗？啊？你们先回去吧。陛下与父亲皆是万金之身，不可无防卫。臣愿在此戍卫。有变故，先劫持皇帝。臣等先行告退。太尉所谓的惊世骇俗，可是跟假天子有关？朕和皇兄长相相同，又有皇后为证，丞相奉朕多年，贸然诋毁天子，天下人都会认为丞相是急不可耐，要反了吧？陛下如此坦荡，看来这偷龙换凤之事，杨太尉也早就知情了。你们连皇帝都敢伪造，这份胆色，连孤都自叹不如。不过陛下不要忘了，你自有在司马家中寄养，待得司马房父子明日归案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当年王美人一胎双生，其中一位皇子还是老夫鲍叔公去抚养的。当年的2位皇子，一位已然崩逝，自古兄终弟及，所在多有。何况更有先帝的遗诏为证，陛下即位名正言顺，为何丞相要苦苦相逼呢？好一个名正言顺！太尉觉得，这样一个道扫7天的皇帝，有多少人会信服？又有多少人愿意追随？陛下可有足够的胆量，把真相公诸于世？若是司马家人也是舍生取义的忠臣，请问丞相，你还有什么证据来指认此事？太尉这个“也”字用得好，
那孤就成全这群忠臣义士去舍生取义。陛下舍得吗？丞相，朕想跟你谈一个条件。陛下有多少谈条件的资本？丞相一定想象不到。没事吧，大哥？这就谈完了？那皇帝怎么说？他说他要退位。啊？他认输了？他会认输吗？欲盖弥彰，该来的还没来呢。走，回府。陛下，您这样做，是辜负了汉室老臣们的心呐。可这是保护皇后和保护汉室最好的办法。他不会同意。朕已经决定了，没有人能阻止得了。没这个必要了。抓刺客，保护丞相！拿下那个刺客！都别过来！我等你很久了。这就是陛下给孤的条件？保护陛下！不对，子桓，追！请陛下放心，臣与曹仁将军已经在刺客最可能出没的地方布置好了人手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了。抓活的！吾倒要看看这个三番五次翻搅许都的刺客，究竟何许人也？
看到逃跑的人了吗？看到了，往皇宫里去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追！皇宫禁阅，请将军留步。有刺客入宫，本将军要入宫缉拿。韦将军，小的并未见刺客入宫。那宫门为何而开？方才是尚书台来送军情奏章的书吏。本将军的人亲眼看见刺客逃进宫中，必须横加阻拦。该不会跟刺客是一伙的吧？将军，宫门下药之后，外臣不得入内，这是国法，请将军体谅。哼，我早就知道刺客是宫里的。冲进去，给我搜！将军，不可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能进啊！您不能进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你不能进！不得呀，将军！将军，将军不能进啊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深宫重地，何忍喧哗？拜见皇后娘娘。恕臣公务在身，不能行全礼。什么公务？需要曹将军深夜引兵入宫？方才有刺客于杨太尉府前行刺丞相，臣一路追逐而来，下属看见刺客逃入宫中，臣担忧圣驾安危，故而带兵闯入。如今刺客尚未拿到，还请娘娘下旨，准臣搜查。下属看见。可有圣旨命将军入宫追捕？事发突然，10万火急，恕臣没有时间要圣旨。曹将军既未亲见，又无圣旨，就带兵入宫，直闯帝后寝宫。将军，这是要逼宫？还是要谋反？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像月光。荒凉某个眼眶，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